各位有献过血吗？献血的感觉是怎么样子的？反正我没有尝试过，最多就是在医院检查身体的时候抽过这么1-2管。我相信一个人每年献个1到2次血已经算是很极限的了，毕竟献血也不是每个人都有资格或愿意去奉献的，能够满足这些条件的真的算是非常伟大的了。然而就有这么一个人，他每隔2周就要跑去献血站，卷起袖子，伸出手臂，将自己的血液流入到一个储存的袋子里。从他18岁开始，直到他80岁，整整献了1000多次。难道他是有什么超能力？他的身体能吃得消吗？他的血又有什么非同寻常的作用？还是说他只是单纯的喜欢做公益？这些答案都藏在了这个关于热心、奇迹与无数新生儿童获得生命的感人故事中。詹姆斯·哈里森于1936年12月27日出生在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的一个小镇上。他从小就过着平凡而朴实的生活。14岁那年，一场突如其来的疾病改变了他的一生。他接受了一次高风险的胸部手术，在手术过程当中意外大出血。而在这生死攸关的时刻，哈里森被输入了整整13袋血液的救治。无数陌生人的血液给他带来了温暖和希望，而正是这次的经历让他奇迹般的生存了下来。在那之后，哈里森在心里埋下了深深的感恩之情。他常说，我能够活下来，完全是因为那些无名陌生人的血。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一定将一份爱心捐献出去。这是一份难以磨灭的记忆，促使哈里森在18岁成年后毅然决然地选择了献血这条回归社会的道路。1954年，18岁的哈里森就开始献血了。尽管刚开始他对针头充满了忐忑，毕竟大多数人对于抽血过程都心存恐惧，但他还是凭借对生命的尊重和对恩情的回报，克服了内心的恐惧。然而在抽了几次血后，医生们惊讶地发现，他的血液当中竟然蕴藏着一种罕见且具有医学价值的抗体，那就是低抗体。而以这种抗体研制出来的疫苗，这是用于预防新生儿溶血病的关键成分。那么什么是新生儿溶血病呢？在弄清楚新生儿溶血病前，我们得先知道什么是 Rh 阴性血，它俗称熊猫血。Rh 血型是继 ABO 血型发现后临床意义最大的一种血型，而人的血型通常是由红细胞表面的某些可遗传的糖蛋白及糖链构成的抗原决定的。血型系统已经被发现有超过30种，而 Rh 血型系统是已分类的红细胞血型系统当中最为复杂的一类。有 Rh 抗原的称为 Rh 阳性，反之则称为阴性。中国95%以上的人都为 Rh 阳性，由于稀缺，与 Rh 血型不合的血液一旦输入就可危及病人的生命。所以当一位 Rh 阴性的妈妈怀上了 Rh 阳性的宝宝时，宝宝的红细胞携带了妈妈体内从未见过的 Rh 抗原。若在妊娠或分娩过程中，宝宝的红细胞进入到母体，妈妈的免疫系统就有可能会把这些抗原当成外来物，产生抗体去攻击它们。这个过程就会导致新生儿溶血病，即宝宝的红细胞被破坏，从而引发贫血、黄疸，甚至其他严重的健康问题。为了预防这种情况，医生通常就会给 Rh 阴性的孕妇注射抗地免疫球蛋白，从而保护宝宝免受攻击。而哈里森的血液当中的地抗体，在经过提纯和制药工艺后，就可以成为生产抗地疫苗的重要原材料。在得知此事后，哈里森便以每隔1周的频率定期前往献血站。在献血过程中，他必须克服身体上的不适和对针头的恐惧。每一次献血都需要极大的勇气和毅力。他甚至在工作、生活琐事缠身的时候，也会抽出时间前往血站，因为他深知每一滴血都有可能成为拯救他人的希望之源。而这都是他对于过去那个艰辛岁月的缅怀，也是对未来每一位孕妇和新生儿的深情承诺。正是这种无私的情怀，使他在献血的路上始终坚定不移。2011年5月，他完成了第1000次献血。这个数据划分下来是需要他在57年的时间里面，平均每3周就献血一次。那么看到这儿，各位会不会想问，每2到3周献血一次，人真的受得了吗？正常的一次献全血的量一般在200到400毫升之间，红细胞和其他血液细胞则可能需要4至6周才能够恢复到正常水平。因此，大多数血站都会建议全血献血者每次献血后至少需要间隔8周，以确保身体充分恢复。相比之下，哈里森之所以能够间隔1-2个礼拜坚持献血，主要是由于他的身体状况良好，能够在献血后迅速恢复血液成分，这使得他能够按照规定的周期献血，而不会对健康产生负面的影响。而且从他18岁开始，哈里森就养成了定期献血的习惯，这种长期稳定的献血习惯让他的身体也逐渐适应了这个过程。而且每次献血前后，他也都会有严格的健康检测和恢复指导，以确保他能够安全献血。也正是在这样的制度下，哈里森保持了长达60多年的献血生涯。直到2018年5月11日，他进行了最后一次献血，原因是澳大利亚禁止81岁以上的人士献血。在这60多年的时间里，他总计献血了1173次。这个数字不仅成为了世界纪录，也成为了他一生至死的印记。
对于大多数人来说，献血可能只是一种偶尔为之的公益，但对于哈里森来说，这是一种生活方式，更是一种使命。他凭借1173次献血的记录被吉尼斯世界纪录收录，成为了全球献血次数最多的人。同时，他还获得了澳大利亚最高的民事奖章——澳大利亚勋章，以赞扬他对社会公共健康事业的杰出贡献。其实早在1969年的时候，哈里森就成为了新南威尔士州 RH 计划的创始人之一。该计划是世界上第一批 RH 福利机构，机构通过了各个拥有低抗体捐赠者的血液，研制出了数百万剂的抗低疫苗，以帮助防止了数千例婴儿死亡，以及更多由新生儿溶血性贫血引起的疾病和残疾。据澳大利亚红十字血液服务中心称，虽然整个国家的抗地血液捐献者不到200名，但他们每年却能帮助约45000名的母亲及其婴儿。而就单单哈里森个人，通过一生的献血拯救的婴儿生命就达到了240万，这其中还包括了他的子孙。这又是一个非常酷的故事。年轻的时候，哈里森曾是一名铁路职员，生活简单而朴实。成年后，他就与芭芭拉结为夫妻，共同走过了生活当中的风风雨雨。据报道，芭芭拉是一名教师，他们养育了一个女儿，名叫特雷西。女儿特雷西在怀孕期间就接受了由父亲血液制成的抗地疫苗，得到了有效的保护，确保了他自己的孩子，也就是哈里森的孙子可以健康出生。甚至在孙子的妻子怀孕时，也同样使用了来自哈里森血液制成的疫苗，从而保护了哈里森的曾孙能够健康出世。在不断坚持的献血生涯中，哈里森从18岁开始，直到2018年因年龄限制而不得不退休，他始终保持着定期献血的习惯。尽管献血不是他唯一的生活内容，他仍然热衷于集邮、露营和养狗等爱好，让平凡的生活充满了温馨与乐趣。晚年的哈里森依然保持着乐观与谦逊，甚至在经历了妻子芭芭拉2005年的离世后，他依然坚守自己的信念，用行动传递着对生命的热爱。最终，詹姆斯·哈里森于2025年2月7日在新南威尔士州的一家养老院中安详去世，享年88岁。他平静地离开了这个世界，仿佛完成了一生的使命。他死后，人们称他为金臂人，而他留下的传奇和无数生命的徽章，将永远激励人们去关注、参与和传承那份无私奉献的精神。其实，关于哈里森的血液当中为何富含如此丰富的地抗体，目前还不清楚，但有一些报道称，这与他在14岁时接受的大量输血有关。哈里森的献血传奇不仅是一段感人至深的历史，更是一种跨越时空的公益精神。在每一个需要帮助的时刻，在每一位因病而焦虑的母亲面前，他那涓涓细流般的爱心化作为坚实的屏障。现如今，人们纪念他的伟大贡献，同时也期望更多的人能够理解献血的意义，积极参与到这项拯救生命的事业中来。正如他所坚信的，每一滴血都能够蕴藏着改变命运的力量，每一次献血都可能让一个家庭重燃希望。当未来的医学科技不断进步，当实验室制造出类似于地抗体的新药时，我们依然不能忘记，这一切的起点源自于一个普普通通的献血者。他用生命诠释了爱与奉献的真谛，他的故事告诉了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可能成为拯救他人生命的那一道曙光。愿金臂人的精神长存于世，激励无数后人用爱心和行动，为世界带来更多的温暖和希望。那么好了，这就是本期的全部内容。各位对于哈里森的故事有什么看法，可以在评论下方留言。如果觉得视频做得还不错的话，也别忘了点赞、收藏和分享。我是郑郑，咱们下期视频再见吧。